特朗普要打关税战了，该卖股票了吧？感觉要崩盘啊！先不要着急卖。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现在可能不是卖出去的最佳时机，以及背后那场你完全看不到的博弈。最近市场确实风声鹤唳，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悬在头上，美联储又磨磨蹭蹭不降息，大家都紧张的不行。但我发现一个超级有意思的现象，特朗普嘴上天天喊着要打关税战，可你们注意到没有？他这把刀举了好久了，就是不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3月19号美联储有个关键的会议，这两个大佬之间的较量可能决定了你投资账户里接下来的生死存亡。今天这期内容我带你揭开这场金融战的真相，并告诉你作为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应对。别走开，接下来的内容绝对值回你的关注。为啥特朗普不着急打关税战呢？最近我一直盯着这个市场，琢磨这件事，感觉特朗普这么拖拖拉拉不干活，8成是在等3月19号美联储会开什么口。这事说起来可有意思了。我们先讲假如特朗普现在开启关税战，物价肯定会往上涨，对不对？那美联储3月19号开会的时候，铁定会放出鹰派的信号。通胀风险还在呢，降息想什么呢？再等等吧。这特朗普能乐意吗？当然不能乐意了，他巴不得美联储赶紧的降息，给市场注点水，这样他打关税战的时候才不至于把美国的经济干趴下。我发现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场特别好玩的心理游戏。特朗普这边呢想的是等，先等美联储降息或者透露要降息的意思，然后我再开启关税战，这样如果市场崩了，我就可以甩锅给美联储。看吧，我早就说了，他们降息太慢了。鲍威尔那边盘算的是什么呢？你特朗普先动手先实施关税战等市场崩了，我就可以说，瞧瞧，这锅得关税战背不关我们货币政策的事现在我们不得不出手就是了。这不就是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大眼瞪小眼的游戏吗？谁先眨眼谁就输了。我估计现在华尔街那帮人也乐呵着看戏呢。但是呢，美国的资本市场可遭罪了，这一会儿说要加关税，一会儿又拖着不动手，一会儿又说要降息，一会儿又说通胀还高，股市那边上蹿下跳，散户们心脏都快被吓出来了。3月19号这天，美联储到底会放出什么信号了？这可太关键了。我琢磨了好几天，大致有3种可能性，我一个一个来分析。第一种情况呢，鸽派信号。假如美联储开完会，鲍威尔出来就说，嘿，朋友们，好消息，我们准备开始降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8成是特朗普和那帮华尔街大佬已经私底下达成协议了。对了，我说的是华尔街大佬，可不是什么阴谋论就是那些在金融系统和政府机构里扎根多年的利益集团，你们都懂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联手搞一场可控的衰退。什么叫可控的衰退呢？就是让市场跌一跌，但别跌得太狠，跌个20%到30%差不多了，然后呢再把它拉回来。这么搞双方都有好处。特朗普这边呢债市急缺韭菜，美国国债太多了，没人买怎么办？得把股市里的钱下出来，让他们流向债券市场，想淘汰一批吃白饭的企业。特朗普看那些靠政府订单活着企业不顺眼，想借机清理，想收缩战线，少管点海外的闲事，专心经营美国优先。华尔街那帮人呢，早就想套现了，现在市场这么高，不套现更待何时呢？等着抄底了。等市场跌够了，他们手里的现金又可以大展拳脚，想重新洗牌，借机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把一些高风险的东西甩掉。所以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看到一场剧本已经写好的市场调整。但别慌，这种调整呢是有底线的，不会让系统整个崩溃。第二种情况，鹰派信号。
撕破脸皮干一架。要是美联储来个硬的，鲍威尔出来就说通胀风险依然存在，短期内不考虑降息，这就意味着双方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了。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和背后的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维持高利率，逼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陷入困境，而特朗普呢，可能会加速推进关税战，直接把美国经济带入更深的衰退，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场互相甩锅的大戏。经济下滑，特朗普就喊都是美联储不降息害的；通胀上升，美联储就回都是你特朗普搞关税战引起的物价上涨。最惨的是谁呢？当然是我们这些小散户和老百姓啦，成了这场权力游戏的炮灰。而且我还担心，万一市场真的崩了，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把那些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拖下水，比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欧洲国家。到时候那些提前套现的大佬们就可以拿着这些现金去这些地方抄底，捡大便宜。这种情况太可怕了，希望别发生。但作为投资者，我们得未雨绸缪，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第三种情况，中性信号，继续大眼瞪小眼。第三种情况也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美联储放出一堆模棱两可的话。什么叫模棱两可呢？那就是那种听完跟没听一样的官话，比如我们会密切关注经济数据，我们会保持灵活，我们将根据情况调整政策，这种废话。为什么这种可能性最大呢？因为双方现在都不敢轻举妄动。美联储这边要是放太多鹰派信号，市场容易崩；要是放太多鸽派信号，通胀有可能回来。而且如果市场真崩了，他们会被骂成狗。特朗普这边呢，如果美联储降息前就搞关税战，经济可能直接萎靡不振。所以最合理的状态就是大家都装糊涂，都等对方先出手，就像两个拳击手在擂台上转圈圈，谁也不敢先出手。这三种情况到底哪个会发生呢？老实说，我也没把握，我又不是特朗普的军师，也不是美联储的内鬼，咱们就是看个热闹。不过我们可以密切关注，等到关键时候总能看出些门道。说完了这些大环境的东西，我们聊点实际的。最近和几个金融圈的朋友们吃饭，发现好多散户还在研究公司财报和新闻来炒股，这方法现在真的越来越不管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信息传播太快了，财报一出来，不用1秒钟，机器人和算法就已经分析完并且买卖了。等你打开财报认真读完，理解透彻，再决定买入或者卖出，早就晚了，价格早就反应完了。你一看，这家公司财报不错，想买，结果一看价格已经涨了8%，你发现那家公司业绩糟糕，想卖，股价早就跌了12%，这不是欲哭无泪吗？而且有时候更气人的是，明明财报特别好，股价却跌了，因为不及预期。预期是什么？谁定的？散户哪知道华尔街的预期是多少啊？这不是把人往坑里带吗？第二，市场都是机器人在玩的。据说现在美股70%的交易量都是算法交易，这些算法几毫秒就能决定了。我们人类还在读财报第1页呢，人家已经买卖好几轮了。散户想靠读财报赢过这些算法，就跟骑自行车想追F1赛车似的。理论上不是不行，但你懂的。第三，财报本身就是个艺术创作，现在的上市公司太会玩财务把戏了，各种会计手法美化数据，而且很多公司会故意在财报前管理分析师预期，确保自己能超预期，这都成了一出精心设计的戏，哪还是什么真实经营状况的反应啊？就拿最近的英伟达来说吧，2023年和2024年初，每次财报都能引发股价暴涨，因为当时市场还没摸清他们的门路，业绩总是超出预期。但最近一次财报呢，数据依然亮眼，但股价却大跌。为什么？因为预期已经抬得太高了，高到公司都达不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关注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理解宏观经济周期和长期趋势上，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人工智能都搞不太清楚，现在的 AI 模型都是用过去30年的数据训练的，而这30年正好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相对和平时期。现在的世界变了，全球化倒退了，地缘政治又开始搞事情了，供应链在重新洗牌，各国都开始保护自己了，央行政策从印钱变成了缩水，这些变化让过去很多经济规律都不灵了。比如以前美元走强时，黄金就会走弱，因为高利率会抑制金价。但现在呢，美元和黄金经常一起涨，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所以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技能是什么呢？懂经济周期，知道经济什么时候会繁荣，什么时候会衰退；懂市场情绪，知道市场什么时候过热了，什么时候又过冷了；懂资产关联，知道不同资产之间什么时候会一起涨，什么时候又会背道而驰。比如，你得思考，美元涨了对新兴市场意味着什么？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怎么影响全球的钱袋子？地缘政治的冲突会怎么影响油价和廉价？人工智能怎么改变传统行业的格局？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很难用简单的算法解决。他们需要综合判断、历史眼光和对人性的理解。这正是我们人类投资者可能比机器人更有优势的地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财报和新闻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影响散户情绪设计的。大机构和内部人士早就知道这些信息了。就拿佩洛西来说，他不仅能拿到一手信息，有时候他本人就是策略的定制者。第二天白宫要发布什么政策，他心里门儿清。等新闻公开时，聪明钱早就行动了。说这么多，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总结了几点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第一，别总想着短线操作，与其预期下周股市的走势，不如想想3-5年后哪些行业和公司会持续成长。就像巴菲特说的，如果你不愿意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就别持有它10分钟。这不是说非得持有10年，而是说你该用长期眼光看问题。第二，学点经济学和市场周期知识，了解经济是怎么运转的，不同经济指标之间是什么关系，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什么特点。这些基础知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了解货币政策怎么影响经济，财政政策怎么刺激或者抑制需求，通胀通缩的成因以及对不同资产的影响等等。第三，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根据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和投资目标，合理配置股票、债券、商品、房地产等不同的资产。第四，别指望一夜暴富，每年稳健的赚个8%到12%已经很不错了。长期来看，这样的复利效应相当的可观。想一夜暴富，那还不如去买彩票了，至少输了也就那么几块钱。第五，学会自己思考，别盲目跟风热点和网红推荐的股票，独立分析，形成自己的投资观点，有勇气在市场恐慌时逆向思考。最重要的，关注风险控制。投资成功的第一条规则是别亏钱，第二条规则是永远记住第一条规则。在追求收益的同时，需要想着怎么保护自己的本金。这些建议听着可能挺老套的，但他们是经过时间检验和投资智慧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算法主导的市场环境中，回归这些基本原则，反而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制胜之道。有人可能会说，现在 AI 这么厉害，那 AI 帮我分析市场不就得了吗？这话听着是有道理，但实际上很多 AI 模型在预测市场方面并不靠谱。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以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是相对稳定的，美元上涨，黄金下跌；美股上涨，美债下跌，避险情绪高了，日元就走强。但现在这些关系全部乱套了，美元和黄金经常一起涨，美股和美债有时候一起跌，日元不再是可靠的避险货币。 AI 模型是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他们会假设过去的规律在未来依然适用，但在这种大转型时期呢，过去的规律可能已经失效了。我有个朋友去年就栽在这上面，
他用了一个所谓的 AI 投资助手，这个助手基于过去10年的数据，建议他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买入科技股，结果呢，亏了不少。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加息周期和过去不一样了，起点是零利率，幅度和速率都创了纪录。AI 看不到的是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变了，全球化进程变了，央行的政策框架变了，这些变化使得过去的经验变得不那么可靠。相比之下，人类可以理解这些结构性变化，可以根据新情况调整自己思维模式，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见过太多人因为短期市场波动就惊慌失措，要么高点追入，要么低点割肉。其实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和耐心。记住，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短期内市场可能会被情绪和热点左右，但长期来看，真正有价值的资产一定会得到认可。举个例子，2020年疫情期间，市场暴跌，很多人恐慌性的抛售，但如果你当时保持冷静，分析情况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暂时性冲击，而非系统性风险，并且坚持持有，甚至逆势买入，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面对市场波动，记住，短期波动很正常，别太在意。市场恐慌时，往往是买入的好时机；市场狂热时，往往是卖出的好时机。最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和纪律。最后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特朗普和美联储的博弈会怎么演变呢？老实说，谁也说不准。但无论结果如何，作为投资者，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这些变化，同时不要被短期波动所左右。3月19号的美联储会议将是一个重要观察点。最后，我想说的是，投资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巧，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坚持下去，保持耐心和纪律，这可能是最简单却也是最有效的投资哲学。对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留言、分享，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